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7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下周会不会做变盘的动作，包括 BTC 反向指标、中国股市短期有没有触底的迹象。现在价格比特币又回到了 23K 附近啊，不然我维持昨天的不变，还是一样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再一次压回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因为周末的话没量啊，如果是有量的话，有可能是不是就是要挑战这个压力区？等下也要跟大家探讨，你不然止损尽量快一点，看有没有压回这个低点。止损设个1%，盈亏比1:1:2都可以啊。主要是有可能这两个龙头，一个是 ETC， 一个是 UNI， 我估计它还是在区间整理。你尽量去观察一下有没有31块，或者是 UNI 8块钱，还有没有买点啊？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，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，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向 BNOK 返用永久20%。那我们看一下是这样子比特币4个小时前2天有跟大家聊过一个压力区，就是这个高位平台整理，它破位有可能就是有人追在这个高位，当时在这边整理，后面是判断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主力在挖坑，静待美联储加息，上来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筹码追在这个高位，所以短期主力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继续震荡吧。昨天是有出了一点量，但是现在马上又缩量，缩量的情况下，我们周六周日不然就减少操作，你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。那它在这个位置到底在等什么？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这个高位它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就是可能是有人追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下影线、下影线，3、4根、5、6根包括这个收盘、这个开盘，后面是又有下影线，全部都是在 23.6K 附近，这个位置是未来一段时间很重要的压力区，可能这个位置主力他也不想做吧，就是因为周六周日没量，那他在等什么？主力到底在等什么？我现在的判断就是未来可能方向他还是要往上去突破，如果是下去的话，我们反正也要留一些资金。虽然是这一根出来之后，它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，现在是有一个下影线，而且是这个价格一直在下影线下方来波动。但是我还是在判断，我们要去观察一下这整个调整区里面，这里面的量能你可以细心去观察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上涨有量，调整的时候量能是一直在缩，所以我的判断是，不排除就是下周主力目前是不是在等10号的那个美国 CPI 公布，在确定以后是不是 9.1 高位见顶，因为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聊到，马斯克都在预测美国的通胀有可能是已经见顶了，短期可能会迅速的回落。那我们不然就在这边揣测主力的心思是不是在等10号的那个美国的 CPI 公布的一个数值是不是确定见顶 9.1 是不是见顶。然后这个区间里面已经跟大家讲了嘛，基本上都是上涨有量，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大量，就是在这个高位是有一个空方败向的吞噬，但是没有看到明显在高位有量出逃的迹象，只是在这一根这一根有一个量相对要大一点。那我的判断，不然我们就以量价的结构来揣测，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这里，这里的话下周看是不是确定要往上去突破，主力是不是在等待当然也不排除它万一是往下去呢？往下去，那我们看一下日线日线昨天是跟大家讲，一般你如果要做右侧的话，尽量观察一下像第一根转折，因为它也是连跌了7根。那个美国非农出来的时候，数据是非常的强劲它也是扭转了7连跌，那这一根放量是周末2天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一个，因为前面我也是开了一个单子，是在这一个224附近你尽量去观察一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。一般但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撤如果出第一根 K 线，而且是出量的一个转折，这个量不是比前面的量要大，当然这一根是更明显就是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区，它会有这么一个波荡，所以我现在是在判断下一周主力如果等到那个 CPI 以后，到底会不会去挑战？先看一下这个 23.6K 会不会给我挑战？那还有朋友是在问这个 MACD 指标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。MACD 指标是这样子前几天有跟大家聊过，就是它这几个分嘛，特别是从这一个开始有跟大家讲过，要开始进行一个鸭子张嘴，
压着张嘴，我们不要在高位去追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回撤的低点啊？那现在回撤的低点不是已经买到？因为倒压嘴的理论也是这样子，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不是有一个倒压嘴吗？倒压嘴也是10根哦，这一次也是10根，你去算一下，从这个位置开始就是10根到这一根啊。那倒压嘴的一个走势，这边是一个压头嘛，压头，然后嘴巴粘了10根以后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，就是倒压嘴有没有高点的一个空点。那正压嘴呢？这不是一个正压嘴，正压嘴你尽量去观察一下有没有，就是高位不能追，因为它这边的柱状也是跟前面的这个柱状是有背离啊。像这种高位你要空也是可以，但是我不选择做空，因为20MA 是踩在脚下，个人的纪律就是不做空啊。那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这个低点，类似这种高位的，反过来的倒压嘴是在找高点，那正压嘴呢？正压嘴就是找回撤的这种低点，低点有命中的话，反正我们短期就观察吧，这个位置不要给我破。有朋友是说他这个位置万一是破了零轴怎么办？破了零轴其实是这样子啊，这个60MA 已经讲过几天，它还是一个下牵引的作用，时间只有6天，7天到6天，因为今天开始要去掉这个，明天开始要去掉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左右啊，也将来到这个区间，所以可能时间是还不够，主力在这个位置也是不是选择再等啊？但是我的一个判断是，只有7天了，这个60MA 即将拐头，它未来会形成一个支撑，你就算破零轴也尽量站在买方。那还有一个反向指标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最近可能在这边震荡，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159915是可以直接买卖的。要判断这个比特币会不会涨，其实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这个中国的科技指数，它其实是资金有分流的作用。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，就是只要但凡如果是中国股市在涨的时候，比特币它有可能就是会下跌。如果是我前面在这个高位跟大家讲啊，它已经涨高了，涨高你尽量看有没有回撤的低点，回撤的低点。但是我现在是看到的一个迹象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个不是从高档死叉下来，死叉下来还是在零轴，就是因为遇到这一个60MA， 短期一定遇到支撑。我估计有可能，因为我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不是在看空中国大陆的股市，它在高档的时候是有风险，你尽量看回撤，但是回撤到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低点，方向还是往上去看，因为主力的生命线它具有支撑保护的作用，而且短线上有一个什么现象，就是反正我们尽量观察吧，如果中国股市真的要起来的话，比特币最近它到底会不会联动？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它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反向指标，有时候中国股市如果领先涨的时候，美国股市它也会眼红的，它就是会跟 A 股去 PK， 然后现在是回撤到位，我这一次是判断看它比特币跟 A 股会不会一起联动啊，反正尽量就观察吧，这两根是一个拇指线，正常的一个空方式，跌到低点的时候一根大长 K， 这是一根大长 K。大长 K 你按正常的一个趋势原理一般都要再收跌啊，但是为什么收在这一根实体的里面？这种就是一根多方抵抗，反正下一周看吧，会不会一起联动上去？还有最近在整理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观察一下这两大龙头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讲，它其实这一根我估计还是在调整，就是这边可能是要画一个很长的一个矩形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这种矩形的低点，高点不能追，矩形的低点有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，包括这一个 ETC 也是一样，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